如果大家还记得，雷总在前年就有答应米粉，要让 Ultra 更大范围的扩展到国际市场，而雷总的确也没有食言。在我手上的就是小米和徕卡联手打造的最新作品小米14 Ultra。嗨，欢迎回来，我是梨子。事实上，小米13 Ultra 才是小米首款在台湾登场的 Ultra 机种。不过当时采取的是限量贩售，在不错的开价之下，自然首播很快就完售了。而这一次，小米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跳过了 Pro， 直接憋到了14 Ultra， 一次把小米14和14 Ultra 两支带进国际市场，并且开价也非常有诚意啊！小米14 Ultra 的开价居然才从去年 Ultra 的36888降到34999，预购还送了一堆东西，像是延保、免费萤幕更换，还有我手上的这个官方价格5999的专业摄影套装。在实际销售上也不出意外，在期待和诚意价格的加成之下，根据官方的数据，小米14 Ultra 的预购量直接是上一代的2倍啊！不过说了这么多，究竟小米14 Ultra 国际版的实际表现如何呢？究竟开价来到35000大关的小米，是不是依旧有跟国际旗舰市场的老玩家们一拼的实力？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在我手上的就是最新的小米14 Ultra， 不过别急，我知道你想问什么。Show me the money! Show me the money! 虽然说本期节目会聚焦在14 Ultra 身上，但是我也帮大家借来了小米14，大家关心的重点我们也会一起来实测。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但是外观我就不废话，只讲重点就好。今年国际版的小米14系列总共有2个版本，分别是延续上一代同样采用 6.36 寸 Full HD 平面萤幕的小米14，以及 6.73 寸 2K 萤幕的小米14 Ultra。我们就直接先来看大家最期待的小米14 Ultra 吧。今年的小米14 Ultra 在主要的 ID 上延续了去年13 Ultra 的概念，在视觉上最显眼的地方就是小米采用了延伸到背盖一体成型的高强度铝合金中框。根据小米的数据，延伸中框的强度也比一般像是去年13 Pro 这种常规的中框设计强度高了 1.36 倍。此外，这一代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镜头模组的区块没有像是去年13 Ultra 上半部凸起的一大块设计，今年小米把它做平了。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这个白色素皮的版本是真的好看。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台版的摄影套装只有引进黑色的版本。如果你跟我一样有选择障碍的话，那不如考虑跟我一样选白色的小米14 Ultra， 搭配上这个黑色的摄影套装。那恭喜你，这样你就不用陷入选择障碍了。你可以有白色的小米14 Ultra， 装上这个摄影套装，瞬间变成黑色版小米14 Ultra 了。小朋友才做选择，2个颜色我都要。我觉得这次唯一一个稍微可惜的地方是，这次白色版的盒装内随附的就是常规的雾面透明硬壳，套起来虽然还算好看，但是如果对应的是白色素皮版本，那就是真的完美了。说到盒装，这次除了随附透明硬壳之外，出厂时也已经贴好了基本的塑胶保护贴，并且也随附了最高支援90瓦的快充充电组。而在手感上，因为镜头模组偏大，重心没意外的靠上，不过素皮后盖提供的摩擦力倒是有让14 Ultra 在裸机之下的握持稳定度来得更好。这边也提供实测重量225克。而在耐用性上，小米14系列2支都拥有 IP68 的防尘防水，使用上也会更加无忧。比较特别的是，这代小米14 Ultra 的玻璃有换成了自家定制的小米 Shield Glass。官方宣称这块玻璃比上一代的13 Ultra 用的玻璃耐摔10倍，听起来非常惊人啊！但是我仔细想一想，不对啊，提升10倍，那上一代13 Ultra 用的到底是什么玻璃呢？最后2台手机同样采用线性马达，小米在震动回馈上依旧是调得不错，清脆利落。接着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这次的相机评测同样会集中在小米14 Ultra， 14也会提供样张给大家参考。今年的小米14 Ultra 就是真 Ultra 的规格配置了，采用的是超广角主镜头加 3.2 倍浮动长焦，再加上5倍潜望长焦的主流 Ultra 配置。这次的14 Ultra 在硬体上还是有许多亮点的，
包括主镜头采用国际市场非常少见的 LYT900，也就是 Sony 旗舰定位的1寸超大感光元件，拥有5000万画素。话说，如果各家 Ultra 真的都不上国际版，也说不定2024年小米14 Ultra 的 LYT900几乎都快要变成国际市场独占的存在了。这颗超大感光元件也支援了 OIS 光学防手震。比较特别的是，小米也在这颗主镜头上采用了 f1.63 到 f4.0 的可变光圈设计，并且是无极可变光圈哦。那什么是无极可变光圈呢？简单的说，在我手上的这颗，嘿嘿，就是真正的徕卡老镜啦。在调整光圈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它会有这个咔啦咔啦的声音，所以它是一段一段调整的。而所谓的无极可变光圈，就是它是连续切换的，你可以随时在你想要的地方停下来。例如我手上的这一颗就是无极可变光圈的镜头，它就没有段落，可以说是你想要停在哪，它就停在哪。而小米14 Ultra 上采用的就是相同的无极可变光圈啦。在专业模式之下，你就可以非常细腻的调整14 Ultra 这颗超大主镜头的光圈大小。我们也来看几组光圈开到最大 f1.63 对比最小光圈 f4.0 的实拍照片。并且因为这次叶片设计的关系，大约在调整到 f2.0 左右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轻易的拍到有蛮多人喜欢的星芒。以下也提供样张供大家参考。接着继续来看下一颗镜头，今年的小米14 Ultra 也保留我去年很喜欢的这颗 3.2 倍 75mm 浮动长焦镜头，并且更新成了 f1.8 5000万画素的 IMX858 感光元件，同样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而小米这颗镜头之所以称为浮动长焦，是因为这组长焦在内部分成了2组镜片组，如此一来，透过浮动镜组的位置改变，让这颗长焦镜头不只可以拍远，同时也可以做到最短10公分的对焦距离。光学特性也让这颗3倍是真的很好玩，也很好拍，所以延续下来，我自己觉得非常实用。这边也分享几组实拍样张让大家参考啦。不过其实也不只是拍微距，3倍天生的优势就是拍人也非常实用好拍。重点是长焦微距，让你不只是拍远，也是非常适合拿来特殊构图、拿来创作的一颗镜头。而在真正的望远端，小米采用了一颗120mm 的5倍潜望长焦镜头，同样采用 IMX858 的感光元件，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这颗的最短对焦距离也只有30公分，虽然不是目前对焦距离最短的5倍长焦，但同样可以达到长焦微距的功能。不过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个人还是偏好3倍的浮动长焦，在光学特性上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最后就是一颗常规，同样是 IMX858 感光元件的5000万超广角，并且支援5公分微距拍摄。嘿，所以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小米这只手机总共有3种微距摄影啊，包括超广角微距、3倍长焦也微距、5倍长焦也可以微距。所以我用小米14 Ultra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就是因为每颗镜头几乎都可以适应微距拍摄，所以你几乎不用太去管会不会太近失焦，甚至相差的问题。你非常近的时候，系统就会切换到超广角微距，而如果你拉到30公分以外，并且切换到5倍，那你就可以用5倍长焦微距拍摄。并且贴心的是，如果你不小心太近，小于30公分，系统也自动帮你切换成3倍长焦，让你可以用最短10公分的对焦距离进行拍摄。整个体验相当的连贯，这对不太懂摄影的朋友来说，在拍摄时的容错率也会来得更高。当然，如果你不喜欢系统帮你切来切去，那在专业模式下，你就可以完全手动选择你要的镜头进行构图。值得一提的是，这次14 Ultra 所有的镜组几乎都是采用了大 sensor 加 OIS 的方案，所以在没有上电之前的模组，如果你大力摇晃手机是会有声音的，这个是正常的哦，所以也不要再摇了，你会把 OIS 的马达摇坏。当你打开相机的时候，模组就会上电，这时候摇晃就不会有声音喽。另外，我们有看到版友在讲的起雾的问题，看大家的分享，通常是在温差大、手机高负载的状况下会遇到。如果大家有遇到，可以直接联系服务中心或是原购买进行后送处理。但是如果你想先自己踹踹看，是可以把 SIM 卡槽拔下来，放进防潮箱里试试看。另外，今年的3倍和5倍在高速移动之下，还是会有果冻效应的问题。不过有一个小惊喜是，这个果冻感的问题在录影的时候是会被修正掉的。
我们这边也直接提供一组对比画面让大家参考。左边是在拍照模式下，快速移动就会出现果冻效应，而右边是录影完成后的最终成品，几乎是没有果冻效应的，会被修正。所以应该是小米有特别最佳化录影下的读出速度，又或者是在高快门之下，拍照模式无法做到相同的修正。或是其实原因更单纯，只是小米刻意保留拍照模式下的果冻感吗？我也只是猜测，毕竟是真的有摄影作品是刻意运用这个数位特性，然后去玩特殊效果的啊。反正至少录影是没有，这点我就比较放心了。接着就要来聊聊这个摄影套装了。我只能说设计的比我想象中的巧妙非常多啊。在主要的部件上可以分成3大类。第一个是专用的保护壳，采用的是黑色素皮的设计，质感很好，平常我一般也是直接用这个壳。第二个是手把本体。第3组则是一个可以替换的镜头环，按住壳上的这个按钮就可以拆卸替换，你也可以安装滤片。最后还有一条腕带，但这条腕带并没有束紧的设计，所以我自己就没有使用了。组装的方式也很简单，手把这里有一个 USB-C 的插头，当手把顺着滑入手机，就可以简单的插入装上。最后敲完右边这个卡扣，手把就会稳稳的卡在手机上面了，并且完全不用配对，插上的时候就完成连接配对了。并且这个手把也内建了1500毫安时的电池，所以它不只是手把，它同时也是一颗小的行动电源，插上后就可以帮手机充电。并且这个手把的底部也有一个 USB-C 的接孔，也就是装着手把的同时，也可以直接帮14 Ultra 充电，最高也可以达到90瓦的快充速度。另外我们也特别测了，这个手把是有特别做声音通道的，所以装上之后不会闷住喇叭，依旧可以正常的看影片听音乐。而在装上手把之后，这个横向握持的手感不错，食指呢也可以很自然的放在快门键上面，拿出来也真的像是一台有通讯功能的相机啊。上方有快门、录影按键、一个变焦波轮以及一个可以自定义的滚轮。在成功连接之下，你也可以直接长按快门开启相机。不过如果隔太久，系统有时候自己会断掉，就只能手动开启相机了。而在设定当中，你也可以客制化每个按钮的功能，像是快门需要单张还是连续拍摄。接下来这个很实用，变焦波感也有2种模式，你可以用预设的连续变焦，也就是一直拉着，它就会从1倍、1.1倍、1.2倍这样子慢慢变焦。另外也可以设定成焦段切换，它就会在 0.5 倍、1倍、2倍、3.2倍以及5、10、30、60、120这几个比较常用的整数焦段进行切换。我自己是选择这个模式。而旁边这个拨盘，你也可以根据习惯设定成 EV、光圈、快门、ISO、白平衡、对焦、虚化效果的数值调整。录影按键也可以不只是录影按键，也可以自由选择你想要的对应功能。目前玩下来，除了偶尔会遇到长按快门延迟开启相机的问题之外，这个手把是真的蛮好玩的。爱拍照有预算的朋友可以搭配入手，是保护壳，是手把，也是行动电源。接着我们就看回相机。在系统内，小米同样提供了徕卡生动以及徕卡经典2种不同的调教风格让你选择，在联名的细节上同样足够，像是拍照的快门声、徕卡的专属浮水印、徕卡的滤镜、徕卡的散景效果等等，在各种模式上，小米的玩法还是很丰富的。这次也有徕卡加持的街拍模式，系统内提供了23、28、35、50、85、135 6个固定焦段可以选择，并且可以非常有仪式感的调整成类似手动估焦的模式。当人物出现在你想要的位置，随即按下快门，保留值得留存的那一瞬间，比较偏向摄影乐趣的功能。这边也提供街拍模式，在不同焦段下的样张让大家参考啦。而在录影的功能上就比较多了。小米14 Ultra 最高提供 8K 30以及 4K 120的录影规格，不过 4K 60应该还是大家比较常用的选择啦。而在功能上，这次拥有电影录影模式，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应该叫做电影级录影或是散景录影，也就是当你在拍摄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运算散景，凸显主体。不过目前最高只支援拍摄 Full HD 规格的画面。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模式下还支援了智慧构图和自动变焦2个模式。
自动变焦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设定好变焦的起始倍数和结束倍数，接着系统就会透过主镜头裁切的方式滑顺变焦，但画质就是只有 Full HD， 又是裁切，所以画质就是社群共用的程度就是了。而如果你真的是要拿来创作，小米也提供了导演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功能就很丰富了。主镜头最高可以拍摄 4K 120fps， 全镜头则是都可以拍摄 4K 60和 8K 30的画质。下方也可以手动调整各种参数，并且手动在不同镜头间切换。不过在开拍之后，就会锁定你的选择镜头不能连续切换喽，并且你也可以录制 log， 以及套上小米预设的 loss， 但是套上后最高就是只能录制 Full HD 的规格。不过说回来，对一般用户来说，我还是建议直接用一般的录影模式即可。除了作为泛用之外，在这个模式下，小米14 Ultra 也可以做到 4K 60所有镜头录影中无缝切换的功能，这个真的非常实用，拿来快节奏的生活记录，拿来创作，无缝切换是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以下帮你也提供一段录影对比样片让大家参考。Sunshine in my heart. It's a good day to be in love. I feel the sunshine in my heart. It's a good day to be in love. Give me love, give me love, give me love like never before. I wait for you, my darling, that's for sure.Give me love, give me love, give me love like never before.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相机的实拍表现。先来记住小米14 Ultra 对比小米14，还有上一代的13 Ultra 的日夜拍，以及人像样张，让大家参考。接下来的时间，大家肯定也很好奇小米14对决各家旗舰的样张。我们之后应该会做详细的旗舰对比。所以今天的样张大家就当成抢先看好了。
接着我们看到影音娱乐，这次的小米14系列的2块萤幕采用的都是小米向华星光电定制的 AMOLED 荧幕，采用最新的 C8 发光材料。从这个材料名称就可以知道，这块萤幕绝对是要对标韩国面板厂的。不是啊，我们回来看规格。小米14这边采用了一块6.36寸20:9的 1.5K 120Hz 至中挖孔纯萤幕，最高可以达到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并且今年14的这块萤幕也升级支援了1到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经过实测，无论是14还是14 Ultra， 小米的 LTPO 策略还是比较积极的，在系统内会快速的在10到120Hz 几个档位中调节。在放置一阵子没有操作后，更是可以降到1Hz 的更新率。不过实测在 AOD 之下，最低就是10Hz 了。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24 FPS 的影片就会自动对应24 Hz。当你碰到萤幕的时候，则会快速跳回最高60 Hz，30 对30、60对60，以此类推。不过 YouTube 预设只有60 Hz， 而在系统内也可以手动开启120 Hz 的 App， 打开来后，滑动 YouTube 明显更加畅快了，连看10部邦尼的实测影片也不是问题。而小米14 Ultra 这边则是采用了 2K WQHD Plus 1到120Hz LTPO 至中挖孔全萤幕，同样可以达到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并且小米14 Ultra 这次这块萤幕的黑边也非常的窄，同时做到4维曲面的设计。这块萤幕的微曲处理在实际质感上非常好，并且曲面是做在黑边之上的，所以基本上也不用担心误触的问题。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2只手机也都支援了 Dolby Vision， 在 Netflix 当中实测可以成功点灯杜比世界。还有一个地方有差异，只有小只的小米14有低亮度 DC 防闪烁的功能。不过经过我们实测，小米14 Ultra 这块萤幕在低亮度之下可以达到1920Hz 的高 PWM 调光。而在萤幕亮度上，官方宣称这2块的峰值亮度都可以达到最高3000尼特。不过在邦尼的频道中，实测了才是最准的，毕竟 OLED 的亮度还是要看显示面积，峰值参考就好。我们直接实测，2只在强光下的全萤幕亮度都可以达到最高1000尼特的表现。而在 HDR 峰值亮度上，我们先说14 Ultra， 在1%的显示面积下，小米14 Ultra 可以达到1454尼特的峰值亮度。比较特别的是，即使是到全萤幕，也就是100%的显示面积下，小米14 Ultra 依旧拥有维持在1435，超过1400尼特的实力，所以表现还是不错的。不过客观来说，华星的这块 C8 在亮度表现上就是旗舰的常规表现。稍微有惊喜的是，反而小米14这块萤幕亮度比14 Ultra 更高。在 HDR 峰值亮度上，1%的显示面积下，小米14可以达到1630尼特的峰值亮度。即使是到全萤幕，也就是在100%的显示面积下，小米14依旧是拥有维持在1500尼特以上的实力。不过很明显，这样的亮度表现跟官方宣称的3000尼特还有一大段空间。网络上搜寻了一大圈，也没有看到实际测出来的画面，所以看来只能靠自己啦。我们试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触发的方式了。首先，你需要准备一段 HDR 的测试影片，接着将显示面积调整至1%左右。接下来是重点了，你需要一盏大功率的 Spotlight 触发手机进入 HBM， 也就是高亮度模式。这不是一般强度灯光可以触发到的。此外，这个峰值亮度会需要一段时间爬坡，大约5秒钟左右。小米14 Ultra 就可以一举冲破3500，接近6000尼特，甚至在10%面积下都还能突破3300尼特，25%面积下也还有接近2900尼特，的确很猛。但是我们有发现，在这个模式下，测试的白色画面已经开始有黄绿偏色的问题出现了。所以聊回来，这个触发条件的确有些严格，主要还是展示面板效能，日常应该是用不太到啦。透过同样的触发方式，小米14也可以达到官方宣称的3000尼特。而在色域色准上，我们全部模式都测了，这边就是讲重点。经过我们实测，这块面板的原生色域表现可以达到100%的 sRGB、90.5% 的 Adobe RGB 以及100%的 DCI-P3， 并且在系统内，小米提供了6档的显示风格。不过在外面的这3档，也就是专业原色、生动以及鲜艳这3档，都是偏向讨好眼球的风格。由上往下，显色会越来越浓郁，并且 CCT 也都是讨好眼球的 7400K 左右 ，CCT Delta E 也都来到8以上，明显是更加讨好眼球的冷白风格。即使是把白平衡调整成暖色，这时候也就是只能相对贴近 D65， 大约是6800K 左右的表现 ，CCT Delta E 大约是6上下。所以如果是比较在意色准的朋友，我们点进进阶模式。
深蓝色 sRGB 模式下，实测可以达到 96.4% 的 sRGB 色域覆盖。不过 CCT Delta 1还是只有 4.3， 不够准。但是在色彩 Delta 1上的表现就很不错了，平均 Delta 1只有 1.05， 这个数值小于2就是色准给过的意思， 1.05 就是显色很准的意思，最大 Delta 1就是 4.33。而在 P3 模式下，实测可以达到 95.2% 的 P3 色域覆盖 ，CCT Delta 1落在 4.56。不过在色彩平均 Delta 1上，则是可以达到 1.05， 非常准的表现，最大 Delta 1 4.3。此外，这两款机器也都提供了双喇叭的配置，以下也提供外放实测让大家参考啦。最后是大家关心的效能测试，我们手上的小米14 Ultra 和小米14就是今年再强1年的 Snapdragon 8 Gen 3。14搭配的都是 LPDDR5X 12GB 的 RAM 以及 UFS 4.0的 ROM，14 Ultra 则是16+512的规格。所有的跑分测试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接着我们就不废话，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毕竟 8 Gen 3的强劲效能真的不用我说什么，帮你团队一样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于测试结果的影响，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PUBGM 同样就不错了，8 Gen 3毫无压力，我们直接测负载更重的原神须弥。小米14 Ultra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落在了 57.7帧，这时候的温度也很冷静，正面 40.5 度，背面 40.2 度，平均功耗 5.7 瓦。接着测负载最重的崩铁，小米14 Ultra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落在了 52.4 帧，这时候的温度明显就上来了，达到正面 43.9 度，背面 42.6 度，平均功耗也来到了 5.7 瓦。整体来说，这样的实际表现，以均衡旗舰来说，没什么话说了。但是如果后半段可以稳在45帧上下，而不是上下跳动的体验，应该会来得更好。最后我们来看 SandyMark 20人的压力测试。小米14 Ultra 在性能模式下同样会遇到高温警报 ，SandyMark 会直接被强制退出，并且这个温控限制是强制的，完全无法做其他操作。实测了好几次，在26度的室温，机器也经过完全散热，大约就是在18轮左右就会被打断。这时候正反两面温度都达到45、46度左右。今年国际版的调教依旧相对保守了。对了，小米14的所有数据表现我们也都测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 xbonnie.com 查看喽。我们也顺手测了一下，最大的小米14 Ultra 同样可以稳定的通过 4K 60连续1小时的录影实测，所以日常使用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在续航力部分，小米14 Ultra 搭载5000毫安时的电池，小米14则是4610毫安时。首先是14 Ultra， 在 2K 120Hz 之下，实测拿下10小时29分 ，Full HD 120Hz 则是拿下12小时43分。这个成绩以 8 Gen 3来说，其实还有稍微最佳化的空间。比较在乎续航的朋友，建议选择 Full HD 120Hz 为主。不过另一方面，小米的 LTPO 其实很愿意给到 120Hz 高更新率，所以就还算有得有舍吧。不过其实也不用担心，小米14 Ultra 这一代也支援了90瓦的有线超快速充电，以及80瓦的无线快充。经过我们实测，在台湾120伏的插座下，90瓦半个小时就能充76%，完整充满只要耗时42分56秒。虽然不及之前的120瓦，但也足够快了。声纹完全变上，两只都是萤幕下指纹辨识，也都支援脸部辨识。以下提供实测让大家参考啦。不过国际版就没有支援卫星通讯的功能了，但有小惊喜是，经过我们实测，小米14 Ultra 同样支援 WiFi 7，并且可以成功连上6 GHz 的网路。最后，这两台的系统也都预载了小米 HyperOS， 不过国际版就没有 AI 相关的新功能。我自己体感是够顺，但在功能丰富度上就偏向常规升级的MIUI。这个 HyperOS 国际版真的没有拉开太大差距。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
这次拿到小米14系列，可以测试的时间还是比较短一些，所以尽量把重点都详细测过，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有任何想我们在测试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哦。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